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奇南金 Peter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乳香的古埃及之名。我应该是全网第一个分享这个知识点的 UP 主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呢，会有些硬核，可能需要大家耐心的观看，但我保证内容绝对的精彩。要说到过去一年最红的博物馆大展，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大展绝对能入围。我也去参观了这个展，其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件新王国时期的残破浮雕。浮雕的主角是18王朝的末代法老霍伦海布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老正手持着香炉供奉着熏香，而当你往下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，我就能知道它应该是在供奉乳香。今天正好借着这件文物来扩展一下话题，跟大家来聊一聊乳香的古埃及之名。Senechella 这个词汇是乳香在古埃及文献中最常出现的名字，从还在修建金字塔的古王国时代起就已经频繁出现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古埃及语，这将会是你学会的第一个单词。放心，我会手把手慢慢的教会你拆解和学习这个单词。相信我，这个单词学了非常有用，以后去旅行或看展时，文物和壁画上会经常出现。为了带大家看懂这个词汇，请允许我先花费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如何阅读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。大家需要先了解两个基础概念，一个是转写，另一个是拼读。第一个概念，要学会转写，将圣书字符转写成字母是埃及学家发明的阅读技巧。圣书字有一个奇特之处，它只记录辅音和清辅音，但从来不记录元音，就是 A、E、I、O、U 这些。我知道对于从未接触过埃及语的观众们来说会非常奇怪，但这是学术的正规表达方式。未来还会出现各种辅音的转写，适应了就好。顺便提一句，虽然我们如今已经能够解读古埃及语，但关于它的真实发音依然成谜，它的读音都是学者们根据后世科普特语的习惯加入元音进行猜测的，最常用的是加 a，但也只是仅供参考。第二个概念，学会拼读。过去很多书籍总喜欢把古埃及文字翻译为象形文字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圣书体的字符有表音也有表意，我们先初步来认识一下这个词汇。最右边的3个小圆点是单词表意的限定符号，可以理解为汉字的形旁，指这个名词是一种颗粒状的香料。其他的部分都是表示单词的发音，可以理解为声旁。古埃及文字的拼读是采用画谜原则，这个画谜原则是西方学界使用的一个术语，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汉字六书系统中的假借。我用英语举个例子演示一下，我画一只蜜蜂 bee 和一片树叶 leaf， 把两个图组合在一起，可以读作 belief 信念，而信念这个词跟蜜蜂和树叶毫无关系，这就是画谜原则的拼写。所以圣书字符是可以用这样的画谜原则来表音的，从而用于表示与它所描绘的形象毫无关系的单词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拆解一下这个词汇。这是一个箭头，它是一个双音节辅音字符，转写为 SN。这是古埃及神庙门前一种特殊的旗帜，是一个神圣符号。它是一个3音节辅音字符，转写为 NTR， 可以读作 Nechella。这是一个绳索，单音节辅音字符 T 下划一杠，你可以读作 Chair。这是一个嘴巴，单音节辅音字符 R， 你可以读作日或了。头2个字符结合起来是主体词根 SN 加 NTR， 也就是 SNTR， 中间这个 N 就省略了。但因为 NTR 是神圣字符，在埃及文书写中有一个特殊的语法规则，叫做荣耀位移，即当出现王和神圣字符时，要写在最前面，所以就会写成这样的顺序。绳索 T 和嘴巴 R 是对旗帜 NTR 这个3音节字符进行的发音音补，这也是古埃及语常见的语法，强调这个辅音字符的末尾有 T 和 R 这2个辅音的发音。最后 SNTR 这个词只有辅音，我们要加入元音 a， 可以读作 Senechella。除了表音拼读外， Sen 和 Nechella 这2个字符本身也是有含义的。Sen 这个字符有与之相连接或与之相关联的意思，而 NTR Nechella 意思是神或者是神圣的。那我们可以整合一下，
3个小颗粒是表意熏香的限定符号，读音呢是 Senechella， 再加上字符本身的含义，因此 Senechella 这一词意为与神相连接的熏香。它最初应该是指宗教仪式中所用的颗粒状的树脂类熏香，但由于乳香在宗教仪式中长期使用，逐渐的熏香这一词就和乳香成了同义词。学术圈中有不少学者经多方考证后，认为文献中出现的 Senechella 这一词就是专指乳香这种香料，而我本人也认可这一学术观点。那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这个浮雕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有能力可以解读这个词汇了。主词根 sen 加 nechella， 再加上后面的2个音补绳索 t 和嘴巴 r，最后，他用了一个颗粒的限定符号来表意这是颗粒状的熏香。大家看懂了吗？在文献中，乳香的圣书字也会有很多变体，它的主体拼写 SNTR 是不变的，但它后面的音补和限定符号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。比如这个写法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左边的词根依然是 SNTR， 只是它的音补字符变了。这里它用了3个单音符字符，水波 n、半圆 t、嘴巴 r， 这3个辅音字符用来音补 NTR。限定符号不是使用香料颗粒，而是一只仪式中使用的熏香碗，或者是仪式中使用的带灯芯的油灯。这2种仪式器皿在壁画中都很常见。这个单词的含义依然是与神相连接的仪式熏香。此外，在新王国时代的一些书写中，会将这种箭头变体成另一种箭头，但它们的主体依然是 Senechella， 其含义不变。我们可以看看以下2幅壁画的案例，它们来自新王国第19王朝阿拜多斯城的赛提一世神庙。在这幅壁画中，法老赛提一世在圣船面前敬献乳香，上方写了变体的 Senechella，后面跟着是3个辅音，水波的 n、半圆的 t、嘴巴的 r， 用来音补 nechella。限定符号是一个熏香碗加一个大颗粒的香料符号，这样强调了仪式属性。在这第2幅画中，少年拉美西斯2世正在为父亲赛提一世献祭乳香，上方写着的也是变形了的 Senechella。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辅音跟上图不一样，它用的是水波的 n、绳索的 t 和嘴巴的 r， 用来音补 nechella。限定符号呢是一个熏香碗加上3个小颗粒的香料符号，与下方图画的内容产生了对应，强调了这是在仪式中供奉乳香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还请你点赞关注我，未来我会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。如果你的周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，也请麻烦你将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。我是新人 UP 主奇南君 Peter， 献给热爱生活、喜欢历史的你。那乳香的古埃及之谜，今天你学会了吗？